哎，老爸，那上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你预测到了美股会有一个回调，那我呢也很有幸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离场。那现在呢手上有点资金，那美股什么时候到最低点我可以去捞底呢？那你要留意3个指标，还要学会一个叫钟摆效应。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那首先我考考你，美股下跌要看哪3大指标，你知道哪几个呢？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呢，第一个要留意的是利息的上涨还是下跌，因为我们投资者呢买的是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而未来的盈利能力呢折现到现在的这个价格，肯定没有现在这个价格这么值钱，因为未来有一个通胀，而通胀上去的话呢，它那个价格就没有今天我们买的那个价格值钱，而中间呢是有一个折现的，用的是一个折现率。当这个利息上涨的时候呢，这个折现率就高了，它未来折现回来的折现率就下降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20年呢，都是经历着一个降息的年代，而在最近的一年呢，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加息的年代。第2和第3个指标是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其实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在加息，因为美联储在不断的加息，我们在聚焦又加息了，又加息了，又加息了，所以这个股票一直在下来。股票涨和跌有3大指标，那我把它归类为利息啦，我们刚才讲过了啊。第2个我们看的是企业未来的盈利，第3个是市场的情绪。那好了，我们讲讲企业的盈利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看2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整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GDP， 如果一个地方的 GDP 高的时候，水涨船高，大部分的企业都会获利，赚了钱股价也会上去。有时候呢，一个地方经济不太好，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企业，高成长的企业，可能是在一个高成长的行业里面，可能是这个企业有它的独特的竞争力，逆水行舟，也可以像三文鱼游上去产轮一样，这个水再往下流，但是它还可以跳跃上去的，这是我们经常要寻找的10倍股的特征，可以逆水行舟的。当然整个大势经济好的时候，它是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它的股价就能够涨10倍了。这个是整个大势。整个大势之余呢，我们要看个别股票它企业背后的管理啦、竞争能力啦、产品啦、所属的行业啦、市场的发展啦，这也是息息相关的。第3个指标是市场的情绪和资金有多少在股票市场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个股票不断涨的时候，我们都很乐观的时候，这是我们谈的是企业未来的盈利啦、憧憬啦，这个科技如何可以改变市场啦，都是一些未来好的潜力的可以发展的这些乐观的消息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听了之后，哇，心里好滚动啊，把资金打进去啊。当然很多资金打进去了之后，又把股价推上了，这时候我们更加有自信啊。你看这个科技会改变世界的，这个公司非常牛的，非常棒的。然后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呢，又吸引了更加多的新的小白啊、新手进入，带着他们资金进去，然后我们因为不断赚钱，我们的心也是更加雄了，去借钱了、杠杆了，把更多的资金打入去啊。所以呢，我们上一期讲过量化宽松，包括2年前美国政府开始派福利给国民，有些国民用不完那些钱也打到了股票市场里面，使到股票市场里面的资金是特别多了。相反来说呢，当股价在跌的时候，我们又很恐惧了，哇，会不会是这个阿爷又政策改变啦，中美关系又不好了，这盘账会不会假的，那公司会出什么问题啊，会不会发生核子战争啦，会不会那里打仗这里打仗啦，都是想一些非常悲观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人来问我，哇，港币会不会脱钩啦，香港会不会完蛋啦，都是一些往坏的地方想。短短的1年之内，人的情绪可以这样的改变，在这个时候很多人怕了，把资金撤离了，止损了，离场了，再也不看股票了。最近你好像告诉我，有些人把股票证券行的 APP 也删除掉了，这时候资金走了，股价当然就下来了。所以呢，这3个指标
是我们要考虑一个股价上升和下跌的关键了。那你刚才说到这么多的10倍股，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的10倍股都跌了很多呢？这个也是刚才有提到过的，因为这个折现率上去了，现在这些高成长的快速的成长股，因为看的是它未来很高成长的那些盈利，因为折现率上去了，它未来的盈利折现到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价值了，没有这么值钱了，所以这个跌幅这个价值的调整呢是会比较大一点的。相反来说，一些成熟的价值股了，本来已经便宜的但是现在马上已经赚钱了，我们不是看它10年20年后的盈利，而是看它未来1-2个季度每个季度赚的钱的因为它比较近期折现回来的折扣会比较少一点，那现在的折现率上升的时候，对它的估值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大家记得一点，现在我们这个利息在往上涨，这些成长股在跌，薪水轻的人要知道了当这些利率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些10倍股就会如虎添翼，涨了会超越其他的股票。除了 GDP 之外，我们到底还需要留意什么领先指数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要看一个地区的 GDP， 一般来说呢，它那个地区会公布 GDP， 但是当这个 GDP 公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季度已经结束了，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去统计，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滞后了当然一出来股价已经涨上去了，有时候我们追也来不及追，所以呢有一个偷步的方法，就是看一些所谓的领先指标，比如说我们看 PMI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什么概念呢？就是工厂收到订单了，他们知道订单了，我们普通的人老百姓不知道，统计 GDP 的人不知道，因为那一个物品还没生产出来，是这个 Purchasing Manager 需要去采购，这个时候他去采购的行为就会推高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造完之后可能这个账面还没有入账，还没有报上去给统计局，但是这个货品要出口了，它可能要连路运输的船运、空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些船运的指数啦，波罗的的这个海运指数啦，这也是一些领先的包括我们一看用电量上去了，也是代表着经济活动生产开始快了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牛熊周期吗？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观察到市场的情绪呢？为了简单的让大家记得这3个指标，而且如何去应用呢？我给大家先来一个简单的概念，叫钟摆效应。就像这一个项链在摆动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摆动的时候如果它在下去的时候，我们能预测到它继续会下去，如果它在这里的话，我们还能预测到再继续上去，我们不知道它到什么时候会回调，但是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的话，到了顶了，它开始停止了，然后开始回调了，一开始回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之后它还会下去，还会下去，还会下去，还会下去。那这个钟摆效应在哪里可以用呢？其实任何可以有周期的、有规律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钟摆效应比如说利息，我们刚才说过，美联储现在开始加息了如果我们看回过去这么多年的利息的走势的话，我们不难看到80年代之前呢，这个利息是往上涨的，从80年代下来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利息是往下走的在80年代开始到2020年的时候往下走的时候，每当经济不好了，或者是股票市场不好了，美联储马上出来救市，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美联储就大量的提供了货币的供应，量化宽松是那时候开始的到了2020年也是一样，3月份的时候美股跌了，经济不好了，美联储又把量化宽松的力度加大了几倍，2020年的时候又看到股市又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但是你看这幅利息图呢，利息是降到降无可降了我们上次也给大家看过联邦储备局的资产负债表，它增长到已经是9个 trillion 这么多了，在这个时候无可再涨下去了，通胀开始失控了，所以这个时候利率钟摆、货币的钟摆已经到了顶了，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下一次有可能会加息，基本上会加息 50%， 再下一次会加 50%， 再加一次会加 50%， 而这个钟摆效应也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呢，他们会矫枉过正，会
过去到另外一部分，使到这个利息太高的时候，可能真正是又一次影响到经济，又一次影响到投资市场。这时候选民又会告诉总统，我们宁愿要通胀，也不要股票市场崩盘了，也不要经济不好了。这个时候呢，又会降息。一到降息的时候，记得刚才也讲过，这些高科技的高成长的股票又会很好了。在这个熊市的时候，是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到了这个钟摆回调的时候，是我们入市的时候。只要我们做点功课，这个股票市场是会给我们非常丰厚的回报的。除了这个利息刚才说有钟摆效应之外，其实股票的价格也是一个钟摆效应。假设中间点是一个公司的价值，当然这个价值会有很多原因使到这个价值上去或者下跌，比如说刚才利息涨了，股票价值就跌了，或者经济好了，盈利赚多了，股票价值就高了啊。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市场的情绪使到这个股票价格的钟摆在两边的走啊。如果中间是一个合理的算出来啊，这个股票价值应该是值100块，现在这个股价跌到了90块，是不是很便宜要买了呢？不一定，因为这时候大家可能是很恐惧，使到更多的人去恐惧，那时候大家都跑啊止损啊，这个时候它可能跌到85块的时候，使到更多人恐惧，更多人去止损，使到它更加便宜啊。所以不是说在股价低于这个估值的时候马上就冲进去买，因为它还在往那边摆。到了最低的时候，当然很难摸到最低，但是就在这附近啊，当然是有一些指标可以看的。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赚了钱了，又吸引到更多的人把资金拿过来了啊。到了某一点之后，这个股价是超越了它背后的价值了，这个时候应该马上卖掉。如果你看的话，因为这个股票里面赚了钱了，吸引到更多的人把资金打进来了，所以它还会继续的价格上去。虽然它这个越来越偏离这个价值，但是它还会继续的上去。牛三的时候谁都开心，谁都开账户去买股票，带了资金去买股票，这个价格是越来越贵，严重的偏离了这个股票的内在价值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啊。当这个股价严重的低于这个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入场了。这个钟摆是会两边走的啊，已经走了这么多几百年了，不会今年就停掉的。所以大家只要看懂，记得这个钟摆，也记得刚才所说的3大指标啊，我们密切留意的话，那在股票市场里面，就是牛熊周期这一个段呢，已经可以让我们获利丰厚了啊。当然我的投资是总结成选股5部曲，牛熊周期只是第一步。到了第2步，我们要看一些起飞的行业，甚至是经济转动的时候，有不同的板块会跑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跑赢大势。第3步，找到优秀的企业，找到10倍股，这些企业又会给到我们丰厚的回报。到了第4和第5步，就是用一些技术的指标，比如说用 RSI 来看一下市场的情绪，用一些移动平均线来看一个大势的趋势，来给我们做个参考。选股5部曲一起来用的话，我们的回报就会更加的好了。那如果大家对于选股5部曲有兴趣的话呢，下面的资讯栏有一个连接，点击进去可以看到选股5部曲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Chief Papa总结了他30年的投资经验。这个课程内容免费，只是我们象征式的收一下一些平台的费用。大家记得把握机会，点击下面的链接咯。所以大家记得看这3个指标咯，并且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看这几个指标的，及时的通知大家。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呢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啦。并且呢，我还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我们下次见。